移民在当今世界屡见不鲜，毕竟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想要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无可厚非。然而，竟然有人愿意从我国移民到蒙古国，这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蒙古国位于我国的北部地区，和我国以及俄罗斯相接壤，是一个有着广阔的土地和稀少人口的国家。蒙古国有着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是却只有300多万的人口。蒙古国的资源非常丰富，煤炭资源量达到了300亿吨以上，黄金资源的储量也有3000吨。另外，蒙古国的稀土资源也非常丰富，储量目前在世界上排名第2。不过，虽然资源丰富，但是目前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并不高。虽然蒙古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是蒙古国却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这得益于蒙古国内的淡水湖苏库古尔湖。被称为小贝加尔湖的苏库古尔湖储水量巨大，湖水面积达到了2760平方公里，储水的总量达到了3800亿立方米，比我国所有淡水湖的储量加起来都多。这么丰富的水资源，可以说是一块还没有被开发的巨大宝藏了。但即使拥有那么多资源，蒙古国内的工业技术却很落后，基本都无法开采，自然经济实力也不强。人均 GDP 不到6000美元，那为啥还能吸引一堆中国人移民呢？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前往美国、意大利等这些热门的移民国家？首先，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会存在移入和移出的情况，而蒙古国的移民现象也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那种移民。如果从数据上来看，我国移民到蒙古国的人数，我国移入美国的数量有将近600万，但是我们移民蒙古国的人数其实不过1万人，光从数字上说不算多。只是相对于蒙古国一共就300多万的人口来说，占据了蒙古人口总量的3%，是一个比较大的比重了。而大家选择移民的原因也是多面的，有的是为了工作学习，也有的是因为文化的选择，原因各不相同。外蒙古不是什么富裕国家，为啥我国会有人选择移民蒙古？蒙古国和我国的关系其实历史渊源久远，蒙古国的祖先是喀尔喀蒙古部落，而我国的内蒙古地区则是科尔沁部落。喀尔喀蒙古部落和科尔沁蒙古族在古代就因为部落利益不同、文化差异和语言不同，导致两者之间存在不融洽。但是在蒙古国宣布独立之后，这种隔阂被打破了。大家虽然不是一个部落，但都是蒙古族人，能够彼此融合。这种融合的关系让一些国人可以在蒙古找到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上的接近，而不是像移民到欧美国家那样还要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移民到蒙古可以感受到熟悉和亲近。一些中国人选择移民到蒙古国，其实是受到古代商业文化的影响。清朝时期，蒙古国还是我国的领土之一。现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在清朝时候被称作库伦，是中原地区前往当地进行商业交流和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当时很多山西附近的商人会往来于故乡和蒙古之间，随着生意的拓展和人员的往来，他们逐渐在蒙古落地生家，娶妻生子，两地来回。然而，随着清朝灭亡，这些已经在蒙古有了家庭的商人们，却因为战乱等原因无法回到本土，只好留在蒙古国。后来又随着蒙古国的独立而成为蒙古的一份子。这种经贸的链接也持续到了现代。商业经济是很多国人选择移民蒙古的一个重要原因。走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街道上，到处可以见到汉字书写的广告牌，不管是超市还是餐馆，或者是修理店等，他们更多是为了赚钱生活而选择加入了蒙古国国籍。毕竟商业上的便利影响自己的饭碗。移民蒙古的中国人都是图啥呢？答案很简单，图钱。蒙古国主要是以畜牧业和矿产资源为主，当地人不太懂商业交易，而我国的商人看到这么大个市场，肯定是要去争取的。特别是蒙古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缺乏技术和资金人力。我们对资源的需求高，也具备技术等要素，吸引了一些国人移民到蒙古从事相关产业的生产和销售。一部分人选择移民到蒙古国，则是因为相比较我国，蒙古国的生活成本更低，特别是在住房价格和日常饮食的开销上，更是物价低廉。因为人口稀少，房产价格比我国低很多，同时畜牧业发达，因此肉价也比国内便宜。总的来说，生活成本可以便宜很多。不过呢，蒙古国目前面对的贫穷和困境也同样不可忽视，
因为蒙古国大部分地区都是草地覆盖的草原，当地过于发展畜牧业，让蒙古的土地荒漠化越来越严重，沙漠化和沙尘天气变得严重，而且因为纬度高，经常遭受极寒和暴雪天气。除了自然环境需要克服之外，蒙古国的基建也处于滞后的阶段。蒙古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这些矿产资源开发得到的收益并没有平等的反馈到百姓的手中。事实上，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了蒙古国少数人的手中，这让蒙古国面临着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有钱人生活水平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医疗卫生水平也滞后，更别说不均衡的教育发展质量了。虽然蒙古国的经济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并且为了消除当地在投资开发上的限制，选择加入蒙古的国籍，但是呢，对于是否真的要移民过去，还是应该做好充分的思考和准备。毕竟不是每位移民过去的国人都能保证在那边可以过上理想的生活。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